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众所周知呢，上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暴雨袭击了中国河南省，不少地区在一天之内就出现了严重的内涝，给市民造成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其中受损最严重的就是家用车市场。据统计，暴雨过后，仅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的泡水受损车辆就达到了40多万辆，占郑州市所有登记家用车总数的1/10了。也就是说呢，在郑州，目前每10辆家用车当中就有1辆是泡水受损过的车辆，那这个数字还是相当瘆人的。而到了今天，这些泡过水的车，该修的修，该卖的卖，不少二手车商又要开始活跃起来了。1笔1万，开不开心？在郑州7月30号，风暴刚过，第一场拍卖会现场，大量的泡水车被几十家二手车商疯狂的抢购着。据记者了解呢，泡水车的拍卖价格往往低得惊人，而这些二手车商收购回来后呢，只需要多花上一些时间精力来翻新，最终竟然可以达到精品车的车况来售卖，而因此带来的利润可以达到正常车的2到3倍。然而，泡水过的车即使精修过，在长期使用下来，依然有几率出现问题，比如说由电气短路所引发的车辆自燃，或者说安全气囊故障导致在发生意外时气囊无法正常的弹出。此外呢，很多看不见的金属部件也会氧化生锈，之后带来的问题也给后面的使用过程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那么这期节目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几种简单的辨别泡水车的方法。在购买二手车时，如果利用了这些方法呢，即使车辆在细致的翻修之后，也依然能够被分辨出来。那么首先，大灯。大灯是很多二手车商在翻新车辆时会常常遗漏的地方。正常情况下呢，汽车的大灯都是密封的非常紧的，水是不会进入到大灯的总成里面去的。然而在泡水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有少量的水或者水汽会漏网进入到这个大灯总成当中。因此呢，在挑选二手车的时候，大家可以认真去看一下大灯的这个灯罩里面有没有明显的残留的泥沙或者是污水痕迹。如果有，那就说明当时水淹的位置已经很高了，已经到了大灯那里了，进水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慎重考虑是否要购买了。那么第二点，座椅导轨和踏板支架。这两个位置呢，因为比较隐蔽，不仔细看的话其实是很难看到的。然而如果车辆被泡过水，这两个位置在长时间的潮湿环境下一定会生锈。即使说这些二手车商在清理过锈迹，也会有一些残留的斑点很难清理完全。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位置生锈了，那么有大概率是泡过水的。第三点，保险盒。现在的很多车辆呢，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保险丝储存在一个密封并且非常隐蔽的保险盒内。一般情况下呢，咱们汽车的保险盒呢，都会藏在前发动机舱的电池位置附近，有一些车辆呢也会放在后备箱侧面啊，或者是下面的盖板之内。如果保险没有失效，二手车商一般也不会费劲去更换这个车辆的保险丝。但是如果泡水的位置过高，保险盒内其实也是会进水的，在进水之后呢，也会冲入一些泥沙呀、脏东西。所以在挑选二手车的时候，也不妨多留意一下这个保险盒，看看它是否干净。第四点，安全带。安全带呢，是现在所有的现代车辆必须安装的安全装置。在泡水之后，安全带因为它是这种纺织的材质，也会吸进去不少的水分。即使在翻新车辆的时候呢，车商一般都会把安全带拽出来，然后晾晒，
但是其实半圈带最根部的那个位置是没有办法被完全拽出来的。所以在检查车辆的时候呢，可以试着把安全带拽到最长的状态，来看看那个根部是否有这个水渍呀、发霉的迹象，以此来判断咱们车辆是否泡过水。第5点，味道。车辆在泡水的时候呢，大部分泡进去的水都是一些污水、脏水，含有很多的泥沙、细菌、霉菌。因此后续无论如何的这个晾晒翻新，内饰总会觉得有一种霉味和潮湿感。因此呢，如果在看车的时候感觉到异常的气味，就要更多的警惕一些了。当然了，很多的二手车商也会为了避免客人闻到这种味道，所以就会在车里面放置空气清新剂啊，喷一些香水。那么如果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车没有臭味，反倒是异常的香，那么也很有可能是这个车出过泡水事故，然后车商就是喷了一些东西为了掩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等味道散去之后，过一段时间再过来闻一闻。第6，座椅。现在大多数的车辆座椅都有很多的高科技配置，什么座椅加热呀、自动调节啊，甚至有的车还会有座椅按摩这种非常豪华的配置。那么更换新的座椅呢，就会产生非常高昂的费用问题。因此在收了泡水车之后呢，很多的车辆在翻新它们的时候，会选择对车辆的座椅只是进行重新蒙皮的方式，以此来节省成本。然而泡过水的车辆座椅即使在晾干后，往往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松软了。坐上去的时候，下陷感会感觉非常不平均，有的位置会感觉膨胀鼓包，有的地方感觉一块硬一块软的。因此呢，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建议大家多上去坐一坐，试一试每个位置的座椅，感觉一下是不是有某个地方软硬分布不均。第7点，底盘。底盘这一步呢，一般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看得出来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把车开到修理厂或者一些专业的鉴定中心，把它升起来。这样的话呢，底盘的所有的问题都会一览无遗。由于是二手车，咱们底盘呢不可能像新车一样光滑整洁，毕竟吧，底盘是一直裸露在外面，和空气啊、泥沙呀、小石子这些接触的，有一点点的磨损是很正常的。但是一定要额外注意一下底盘位置的锈迹，因为现在的车辆在生产过程中呢，都会给底盘的位置喷上至少1层的防锈涂料，以避免车辆底盘在日常的行驶过程中被什么雨水呀、一些泥沙冲刷之后产生锈蚀。然而如果车辆是被长时间的浸泡过，那这个底盘的防锈漆还是很有可能会被穿透的，使得底盘大面积的生锈。那么在后续的翻新整备过程中，二手车商呢也都会重点对底盘出现的大量锈迹进行除锈处理，并且喷涂上新的防锈涂层。但是很多的细节位置其实是很难照顾到位的，比如说咱们变速箱和油底壳位置的那些小螺丝，就一点点，还有排气管的支架的焊点，一些小的挂钩螺丝，还有悬挂弹簧塔顶的那些很细小的地方，这些位置呢，如果想要进行除锈处理呢，需要大量的工时来先进行拆装。因此呢，很多车商都会跳过这些点。因此在挑选二手车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把底盘升起来检查一下，来看一看这些细致的位置会不会出现这些我刚才说到的锈迹，以免上当受骗。最后，据行业专家分析，目前河南受损的这一大批泡水车，在近期的大量拍卖活动后会流入二手车商当中，而在之后的2到3个月内，这些大量的二手车商会对车辆进行整备、翻新和修复，而之后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二手车市场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能够在后续的选购二手车过程当中，知道如何去简单的鉴别泡水车，在购车的时候呢，也能做到心里有数，不被黑心车商骗钱。
好，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和订阅。我是蓝胖，咱们下期节目再见。